年轻老太婆正打发警察将欠租房客屋内的烟花拿走，可当女警看到她口中的烟花时，瞬间汗毛耸立，这他妈分明就是个土炸弹啊！好家伙，老太婆和邻居一听到是炸弹，俩腿捯饬的比车轱辘都快，而且最恐怖的是这东西竟然快要爆炸了。也许嘴硬的朋友该问了，这会不会是一场恶作剧呢？多亏俩人没干过什么缺德事儿，才侥幸逃过一劫。事后警方一问才知道，欠租放炸弹的这小子前段时间刚丢了工作，而且还欠了一屁股饥荒。可包租婆只记得租客的名字里面有 JJ 2个字，但就是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全名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当警探将所有名字里带 JJ 的人拿给包租婆看时，他想都没想就认定了其中一个人，还说什么每天都会见面，绝对认不错。可警探出来后却气得脸都绿了，并且命令2个老警立刻把人请走，因为他认出的是一个死人。看来老太太真是年纪大爱忘事儿了呀。而就在谈话这会儿功夫，有2名负责搜查 JJ 睡觉车的警察被炸进医院了。警探相信嫌犯绝对还会出来作案的，但首先要先搞清楚他到底姓甚名谁。于是女警不死心呐，她再次寻到了包租婆。经过一番连哄带骗，就像哄小孩一样，老太太总算灵机一动想起了件事儿。她从垃圾桶里翻出了一件租客的工作服，记起了他的名字叫约翰逊 ，JJ 正是他名字的缩写。真希望这次老太太没有再搞错呀。很快警探就查到了嫌犯是个心怀不满的管道工，他因为上班喝酒被老板给开除了，所以怀恨在心，开始报复社会。他的第一目标应该就是那个碎嘴子又健忘的包租婆，那接下来肯定是会去炸他之前上班的地方了。于是老警们马上带人赶到了工厂，一打听才知道上面高层正要聚在一起开会。可就在疏散在场群众时，突然有一个男人鬼鬼祟祟的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你以为你戴个绿色的帽子别人就认不出来了吗？男人自知无处可逃，于是将引爆器紧紧攥在了手中。咱就说你为了个工作至于吗？更何况还是你自己上班喝酒惹的祸。可是他不这么想啊，又赖这个又赖那个的。Blacks! Everybody's taking my job! 现场气氛尴尬了好半天，男人最终还是下定决心打开了保险。既然你选择了不要命，那可就别怪老警们不给你机会了。就在男人准备按下引爆器的瞬间，老警也开枪了。好好活着不行吗？非得找死？但我还有个疑问，如果丢工作这事儿发生在你的身上，你又会怎么办呢？关注巨石，明天接着讲。